大家如果准备移民到美国，或者是刚到美国，今天这场你一定要看。因为很多人一到美国，银行账户一开完，下个月就莫名其妙开始被扣钱，月费、ATM 费，甚至一不小心还被扣了$35。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看懂美国银行账户怎么选，才不会白白缴学费。欢迎来到 Embark Channel， 我是移民与留学顾问 Lisa。 很多刚来美国的朋友都觉得银行账户不是都差不多吗？能存钱领钱就好了。结果不是哦。今天我要带大家搞懂几件事。美国银行账户到底有哪些种类？为什么很多 checking account 会收月费？如何避开？除了传统银行之外，还有哪些金融机构可以选？还有新移民最重要的信用建立问题。如果你自己要来美国，或身边有朋友或亲人要来美国，这一场可以分享给他看。我先讲一个最容易搞混的地方。大家对银行的概念通常很简单嘛，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大概就这样。但在美国不是哦。你进一家银行可能会看到一堆名字，什么 Basic Checking、Student Checking、Premium Checking、Basic Savings、Money Market Savings， 真的会看到眼花缭乱。如果你今天要先抓大方向，其实美国银行账户先分2大种类就好了。第一类 Savings Account， 储蓄账户，这一类就是拿来存钱、储蓄用的，像一般的 Savings Account 或 Money Market Account 都归在这类。这类的账户重点是什么？它的目的是让你存钱，不是让你每一天用来刷卡、付账单、领现金。所以通常这类账户比较适合放紧急预备金、放短期储蓄、放你暂时不会用到的钱。它的利率通常比 checking account 会好一点。如果你有这笔钱，我半年、1年都用不到的话，你就可以去看 Certificate of Deposit， 简称 CD， 也就是美国的定期存款。CD 可以有不同的期间，像3个月、6个月、1年等。通常利息会比一般的 savings 更高，所以如果有一笔钱是短期内不会用到的，可以考虑放 CD。 再来第二类是大家平常日常生活最常用的，就是 checking account。 虽然中文翻译成支票账户，但是不要让支票这2个字吓倒了，因为现在一般人不会在那里开支票了。以前大多数的人真的是从这里开支票，付房租啊、水电费啊等等，所以它才叫 checking account。 但是现在支票差不多淘汰了，现在你平常会做的事，像是线上转账付账单，用金融卡刷卡，从 ATM 领现金，自动扣款，这些通常都是由 checking account 这边出去的。所以 checking account 才是你日常生活的主账户，薪水进来、付房租、付水费、刷金融卡、领现金都在这个账户里面处理。也因为它是日常使用账户，所以它不会像 Savings Account 那样有提款次数的限制。你要付生活费、转账、提款基本上都方便。所以大多数的人在美国通常都会同时持有一个 Checking Account 跟一个 Savings Account。 我会把它想成左口袋放零用钱，右口袋放存款。 Checking Account 就是你平常日常要花的钱， Savings Account 就是你比较不想乱动的钱。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很多新移民最震惊的点，就是 checking account 很多是有月费的。对，没错，你把钱存在银行，银行还是可能每一个月收你月费。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我钱都放你那里了，你还收我月费？但是银行它的逻辑是这样，他会觉得他提供你服务，所以他要收费。比如说他会觉得他提供你 APP， 让你随时可以查余额，线上转账、电子付费、Debit Card 金融卡的功能、ATM 让你随时可以提款。银行会认为这些都算服务，所以他收月费。常见的 checking account 月费通常是15元到35元。15元听起来还好，但是1年下来就是$180了。如果1个月35年，那1年下来就更多了。所以这个钱其实是很容易默默的就烧掉了，而且还不止月费哦。
美国银行还有几个常见的手续费，大家真的要先知道。如果你去用不是你自己的银行的 ATM 领钱，很多时候都会被扣手续费，常见的大概2到3块美金起跳，有时甚至更高。所以如果你选的银行 ATM 很少，你常常得跑去别家银行的 ATM 领钱，那这种费用就会一直累积。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选银行时要看它的 ATM 多不多，因为这会直接影响你日后会不会常常的被银行收这个跨银行 ATM 手续费。再来，这个真的很伤，叫做 overdraft fee， 一次可能就是35块美金。什么叫 overdraft？ 简单讲就是 insufficient funds， 你账户里面的钱不够了。比如你账户里只剩20元，但是有一笔40元的扣款要出去，有些银行会帮你先垫，让这笔款不要被退回，但银行不是白白的帮你垫，它会收你 overdraft fee。 所以有时候不是你花很多钱，而是你一个不小心没注意余额，就多喷了一笔35元没了。好，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开始紧张，想说那怎么办？是不是一定会被收？其实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大部分的银行都有免月费条件。重点是你开户前要先看懂规则。我帮大家整理最常见的几种免月费方式。很多银行都会规定，只要你账户里维持一定的金额就可以免月费。例如它可能规定账户余额要维持在5000元美金以上，或是每日最低余额要达到某个门槛，或是每个月的平均余额要达到某个门槛。这边很重要，因为每一个银行的算法不一样，有些银行看的是单一 checking account 的余额，但有些银行是看你在这个银行所有账户加总的余额。比如你可能 checking account 里面有1000元， savings account 里面有4000元，加总5000元，它就算你达标，这个月就可以不收你月费。所以大家开户前一定要问清楚2件事。第一，你的最低余额是看单一账户还是所有账户的加总？第二，你是看每日最低余额还是每个月的平均余额？这2个差很多，问清楚真的可以帮你1年省下不少钱。第二个方法，第2种很常见，就是 direct deposit。 银行很喜欢看到你有固定收入，定期进账，所以有很多 checking account 都会规定，只要你每个月有固定的 direct deposit 进来，月费就可以免掉。如果你将薪水直接的汇入到你的银行账户，那这一个条件就很容易达到。但这边一定要问清楚哦， direct deposit 有没有最低金额的要求？有些银行会规定你的 direct deposit 必须要到某一个金额以上才算数。第3种方法不一定是免月费，而是你用比较高阶的 checking account 去换更多的福利。很多银行都会有不同等级的 checking account， 像是 basic checking， 或者是 student checking， 或者是 premium checking。 通常 premium checking 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除了免月费之外，还可能有一些额外的好处，例如跨行 ATM 手续费减免或者是补贴，某些银行服务免费，例如 notary service， 或提供免费的 check 给那一些还希望继续开支票的人。但通常前提就是你在这家银行要放比较多钱，或者符合它 VIP 的条件。所以如果你未来在美国可能会放比较多资金在某家银行，你也可以研究一下它有没有 premium checking， checking 又有哪些福利，因为有时 basic checking 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很多新移民会以为我到美国存钱就是找银行开户，但其实不止银行可以选。美国常见的消费者的金融机构，大家可以先抓2大种类。第一种类就是传统银行，这个大家比较熟，像全国性的大银行，比如 JP Morgan Chase 啊， Bank of America， Wells Fargo， Citibank 这些。这种全国性大银行的优点通常是它的分行多， ATM 也多，它的 App 也比较成熟。那如果你常搬家或跨州的话，使用上会比较方便。缺点则可能是它的账户费用会比较高，存款利率也未必是最好的。第2类，
这个很多新移民一开始不一定会知道。Credit Union 也是可以提供银行账户、存款、信用卡这些服务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比较是会员制的金融机构，它的目标比较不是帮股东赚很多钱，而是服务会员。所以很多 Credit Union 最常见的优势是存款利率可能比较好，手续费可能比较少，贷款的利率有时候也比较漂亮。很多在美国住久的人其实都很喜欢 Credit Union， 但是它的缺点也要知道，它通常都是比较是区域性的，所以分行比较少， ATM 可能也比较少，国际服务不一定会像大银行那么的完整。而且 Credit Union 通常是会员制，你要符合某些条件才能够加入，比如有些是某个地区居民可以加入，有些则是某个公司或某个学校或某些机关相关的人才可以加入。像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就有自己的 Credit Union， 只要是 UC 的学生或者是教职员都可以加入。所以如果你是新移民，真的不要只看传统银行，你也可以顺便查一下在你的地区是否有适合你的 Credit Union。 好，讲到这里，接下来是我觉得新移民超重要的一段，因为很多人选银行的时候只看开户容不容易，月费高不高， ATM 多不多，这些都很重要，没有错。但如果你是新移民，我会再加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家金融机构能不能帮你开始建立美国信用记录？这件事真的超级重要。很多人以为我有银行账户就好了啊，不是，只有银行账户不代表你有信用记录。在美国真正重要的是 credit history， 因为你未来有很多事都会用到 credit history， 像申请信用卡或租公寓、买车贷款、房贷，有时候甚至某些工作也要看你的 credit history。 所以你今天只是开一个 checking account， 这本身不会自动帮你开始建立 credit history。 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在选金融机构的时候，顺便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提供 secured credit card？ 什么叫 secured credit card？ 简单讲，就是你先放一笔保证金，银行再给你一个相对应的信用额度。比如说你先放500美元保证金，银行可能就给你500美金的信用额度，发一张 secured credit card 给你。听起来有点像我先拿自己的钱来担保自己，对，概念就是这样。因为对银行来说，你是新客户，他还不认识你，你也还没有美国的信用记录，所以他不敢直接的给你一般的信用卡。那 secured credit card 是一个对他来讲比较低风险，但又可以让你开始建立 credit history 的方法。如果你拿到这张卡之后，每个月固定的正常使用，不要刷爆，准时全额还款，几个月到1年之后，你就有可能升级到一般的信用卡了，而你的信用记录也会从这一步开始慢慢建立起来。信用记录到底怎么 work？ 你可以看看这一支影片，信用卡是能够左右美国人生的。好，我帮大家把今天的重点浓缩成新移民选金融机构的 checklist。 如果你刚到美国，准备要开第一个账户，我会建议你做这几件事情。第一，先看你在的地区有哪些选择，不要只看大银行，除了传统的 bank， 也顺便看一下有没有适合你的 credit union。 第二，确认分行跟 ATM 够不够多，因为这会影响你日后会不会常常的被扣跨行 ATM 手续费。第三，搞清楚 checking account 的月费规则，你要看的是这个账户有没有月费，什么条件可以省月费，是看每日的最低余额，还是每个月的平均余额，是看单一账户还是所有的账户加总， direct deposit 能不能抵月费，这些都要先问清楚。第四，确认他有没有 secured credit card， 这个是我很推荐新移民一定要顺手问的，因为你越早开始建立信用，后面就会越轻松。做完这几点，你就有足够的资讯可以选最适合你的金融机构了。好，今天这场就是想要帮大家建立一个观念，到美国开银行户口时，不要随便找一家银行就好了，你要选家符合你的需求，但又不会从月费把你榨干的机构。
利用 Secured Credit Card 帮你的信用记录铺路。越早开始，你日后美国的金融生活真的会顺很多。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请把它分享给准备移民美国或者是刚到美国的亲朋好友，你真的有可能帮他省下很多冤枉钱。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次见。